穿越斗罗，我获得无限分身面板，只要有足够的情绪值，面板就能够生成无限的分身。然而想要分身的数值超模，所需要付出的情绪值越多，但是我现在只有初始送的1000情绪值，撑死就只能弄出一个魂宗分身。于是我盯上了刚子和现在才6岁的小瘪三，只因挑拨高气运之人的情绪能爆出高情绪值，尤其是最权威的大师玉小刚刚子，这货的心态是真容易被点炸，嘲讽2句就爆了满屏的情绪值，也就是现在情绪值获取的单词上限只有999，不然我觉得光是靠嘲讽刚子，自己都能搞出好几个封号斗罗分身了。此时诺丁学院门口，我等了10分钟没见着刚子来，便朝门卫询问还有没有别的入口。门卫十分无语地道：“我说白染墨魂师大人，你是不是闲的？天天堵门口就为了嘲讽什么狗屁理论大师几句？看那大师破防的样子。”但我闻言笑着掏出1枚银魂币，门卫立刻变脸笑呵呵的收了钱，指了指西南方向，直走右拐500米，有一个阶梯，你一直往上走就能看到一个小门。我听完立马转身狂奔跑到小门，正好看见刚子抱着书谨慎的四处观望，在确定没有碰上我之后，他重重松了口气：“哟，刚子你在这呢，好巧啊，哈哈！”我窜到了刚子身后，没想到玉小刚听到我的声音拔腿就跑，于是我武魂附体身上冒出狼毛，脚下一个白色魂环，第一魂技疾跑。我虽然是12级魂师，但玉小刚29级也没用，武魂罗三炮是个放屁的离体武魂，对本体加强不大，2个百年魂环也就不了几10年不运动的王八速度，我轻松追了上去。我边跑边开嘲讽：“刚子，听说你发表了震撼魂世界的武魂10大核心竞争力，我去翻阅了一下，卧槽，还真是震撼首发！原来武魂分兽武魂和气武魂，认识你之前我根本不知道这种知识。理论大师不愧是理论大师，不到30级就突破了50岁，哈哈，太厉害了！还有听说你能在诺丁学院就职是因为跟院长是老朋友，但是我感觉你这么自负的人怎么可能跟一个魂宗做朋友？我明白了，你是不是把罗三炮借给院长用？院长拿你的罗三炮做什么呀？好难猜啊，哈哈！前面跑着的玉小刚差点被石子绊倒。哎呀，大师您没事吧？你一个大魂师怎么差点平地摔？是不是又研究出石头理论？听说离体武魂跟本体有感应，大师还挺会享受啊。黄金铁三角那个弗兰德跟你是不是也有奸情？嘲讽至此，感觉差不多够了。我心念一动，眼前出现只有我能看到的虚拟面板，情绪值正刷刷往上跳，看到玉小刚后下出400点，后续连续跳出2个999。此时的我也魂力见底，停下脚步。刚子见状松了口气，便加快逃跑，但他脸上全是屈辱。堂堂蓝电霸王龙家族族长之子，黄金铁三角之一，武魂理论大师，被一个白环魂师追着嘲讽1个月，关键是他什么都做不了，每次起杀意都被外部因素压下，一是放屁魂技太幽默都杀不了人，二是在诺丁城杀魂师会惹麻烦。而我这时想着该给其他分身加顶级天赋，我现在的本体意识在这个中年男人身上，因为本体挑逗出的情绪值比灵魂分身多，而且分身意识向灵魂复制粘贴，100%不背叛本体，况且我随时能夺取任何分身的身体。除了嘲讽刚子的这个分身，我还有4个分身，2个在圣魂村，1个在武魂城，1个在七宝琉璃宗。除了圣魂村那个是成年人，另外3个都是小孩，马上就到武魂觉醒日。可我一开始并没有给他们附加武魂和先天魂力，因为当时太穷了。然而现在不一样了，从刚子那里薅来的积分构造3个先天满魂力的天才，毕竟要挑动他人情绪，就必须在各方势力都有自己的人，无论是史莱克这群正派，还是武魂殿反派，都要有分身做高层。唐三不是什么好东西，武魂殿也不见得好，尤其教皇比比东是个疯婆娘，跟着武魂殿还真不一定能赢。不过3个分身该赐什么武魂呢？七宝琉璃宗我第一个想到剑斗罗，七杀剑顶级武魂不比昊天锤差，或许自己就该让分身觉醒个剑武魂。而另外2个单独设计太麻烦，不如 copy 下前世经典动漫5条悟的无下限术士加6眼，放在斗罗大陆绝对是 bug。还有禅院家的10种银法术，心中打定主意，我开始分配武魂。七宝琉璃宗安排先天满魂力的剑武魂魂师，具体什么剑让面板随机生成。武魂城的6眼，圣魂村的10种银法术武魂，看着面板上将近27000的情绪值只剩不到1万，我心痛啊！分身创造后额外加天赋消耗翻倍，从刚子那里刷了这么久，一眨眼就没了。刚子最近估计被吓得不敢出学院，而我都不知道刚子住哪，估计后面很难刷到情绪值了，是时候找小瘪三刷情绪值了。次日圣魂村，唐三正在修炼玄天功法，3个月了，玄天功还是无法突破瓶颈，玄玉手也不能再提升，前世没遇到这种困难，难道是因为世界不同？就在这时，一道震惊又沙哑的声音响起：“玄天功！”唐三内心一紧，猛地转头，看到一个白发老人一脸惊喜走过来，跌跌撞撞走到面前。唐三戒备后退，摆出攻击姿态：“老人家，你说什么？我听不懂。”可他内心已经翻起惊涛骇浪，这老者为什么会知道玄天功？除了自己这个穿越者，不可能有人知道前世唐门功法。莫非他有了一个不敢置信的猜测？我嘿嘿一笑：“小子，别装了，老夫看出来了。你用的就是玄天功，你肯定也是我唐门的弟子。没错，这就是我在圣魂村内的另一个分身老者。”我心念一动，进入了面板商城。商城每天随机刷新，运气好能刷到魂环魂骨自创魂技，运气差就是瓜子饮料。今天可真是天助我也，出现了一张我从没见过的商品——无限积分卡，限时10分钟，限购3张，使用后无视每日积分上限，无限获得情绪值，售价1万点。刚才我开口就让唐三心神震荡，刷出999点，情绪值刚好过万，我毫不犹豫买了，当场使用。而此时唐三整个人都愣住，他忍不住惊呼：“你也是？”我哈哈大笑：“没错，老夫
和你一样是穿越过来的。面板上情绪值狂跳，唐三加999，唐昊加999。我本来只是顺眼看一眼，没想到竟意外看到了唐昊的名字。唐昊出现是意外之喜，也在情理之中。唐三从1岁开始修炼玄天功，整整5年。唐昊这个封号斗罗没察觉才有鬼。现在我突然出现说了这番话，唐昊比唐三还震惊。我不准备浪费这10分钟，于是我激动走了上去，给唐三来了个拥抱。没想到有生之年还能看到唐门子弟，太开心了。唐三僵硬的接受了拥抱，但手已经化作玄玉色，位置也很讲究，随时能用控鹤擒龙。我很快松开怀抱，感慨地问：小子，你叫什么名字？想起来了，你是铁匠唐昊的儿子，叫唐三。这个名字好熟悉，我以前在外门见过你。我激动一拍大腿，又是大笔情绪值入账。短短几句话刷出的情绪值已经比追着刚子嘲讽多几倍。唐三的内心已经动了杀心，知道自己秘密的人断不可留，敢问前辈名讳。而我也感受到了唐三隐藏极深的恶意，但丝毫不在意。这个普通人分身没了就没了。老乡见老乡背后捅一刀，换作是我也会弄死老乡，但我脸上还是一副没发现杀意的样子，随意的挥了挥手，名字不过是一个代号而已，叫我唐老头就行。没想到还能见到唐门弟子，你有什么疑惑问出来吧。唐三原本摸向腰间小刀的手微微一顿，正苦恼玄天功一直停留在第1层，或许能从老者身上得到答案。唐老，为什么我的玄天功停滞在第1层，无法突破第2层？我一副感慨的样子，你还没觉醒武魂吧？现在突破不了其实是好事，说明你先天魂力已经是满魂力，等觉醒武魂获得第1魂环就能继续突破。唐三内心激动，虽然他对先天满魂力概念模糊，但也知道这是天才的标志。躲在山丘附近的唐昊内心无比震惊，这个占据他儿子身体的小子竟然可能先天满魂力，那自己复仇武魂殿的希望就更大。唐昊原本的杀意被强行按下来，如果这小子真能觉醒昊天锤武魂，又是先天满魂力，自己也不是不能认这个儿子，只要能帮他复仇武魂殿，那就是他唐大锤的好杂。唐三知晓了自己一直以来的疑惑，内心高兴的同时开始进一步试探。唐老，您的玄天功练到哪一境界了？别提了，老夫也是倒霉，一直在干农活，没时间修炼玄天功，先天魂力只有半截，颓丧之下浪费了最好修炼的时间，现在连第1重境界都稳不住。闻言，唐三的手已经放在身后，紧紧握住小刀，脸上还是一副敬重的样子。这样啊，唐老，你还见过其他像我们这样的穿越者吗？我摇了摇头，表示没有。唐三声音多了一抹杀意，也就是说，目前已知的穿越者只有你我2人，除了我没有别人知道您的身份，除了您没有别人知道我的身份。但我还是一副没回过神来的样子，说了声是的。闻言，唐三毫不犹豫俯冲向前，刀刃刺入了我的心脏。此时我吐出一口鲜血，不敢置信地瞪着唐三，我想说些什么，却什么都说不出。唐三将刀刃从我心口拔出，又狠狠刺向我的脖颈。我虽避开了这一刀，但是脖颈却被划开一道口子，我年迈的躯体无力趴倒在地，捂着被划开的脖颈，怒吼道：唐三，你这个不知廉耻的卑鄙小人！我好心想要与你同甘共苦，你竟然想要杀我！你这等无情无义之徒，必定无人真心相交。看你这贼眉鼠眼的样子，当年偷学我唐门秘传功法，最后跳崖的时候还摆出一副多么慷慨激昂的样子，你就是该死，一个杂种！这一番话下来，唐三被气得红温。唐三最讨厌别人提及自己前世偷窃功法之事，骂声落下，我挣扎片刻后，这个分身直接下线。唐三喘着粗气，动作熟练的开始销毁尸体和现场痕迹。一直在偷偷盯着的唐昊内心一沉，看来这个夺舍自己儿子的家伙不是什么善茬。但考虑到复仇武魂殿也许用得上唐三，唐昊并没有出手。唐三处理完现场跑下山，正好碰上一个黑发男孩，那男孩叫黑染白，嘴里还叼着个馒头。他看着跑下来的唐三，脸上没什么表情变化。他从怀里拿出另一个馒头朝唐三递了递，要吗？唐三脚步顿住，接过馒头，谢谢了，染白，不客气。黑染白面色柔和回应，看起来完全不像是刚被唐三宰了的样子。没错，黑染白就是我在圣魂村的另一个分身。唐三啃了一口馒头，便快步朝家的方向跑去。我看着唐三远去的背影，嘴角勾起，迫不及待打开面板，看到一长串数字，眼睛瞪得老大，8万多情绪值，这都能搞个魂斗罗，甚至弱一点的封号斗罗分身了吧？我压下迫不及待想要弄个强大魂师分身的冲动，再等等，等到武魂觉醒日那天，3个分身能弄到的情绪值绝对是海量，到时候才能弄更强的分身。我毫不犹豫地打开了商场，花费2万积分，把剩下的2张无限积分卡给买了下来。武魂城，我以孤儿身份混入魂师觉醒仪式，这具分身使我按照5条悟的样子做的，连名字都用的是白染墨本名。我决定把这个分身定为本体。一道着急的呼唤声响起，染墨大哥，孙传涛，什么事？坐在树干上的我一脸疑惑。孙传涛喘着粗气说，大哥，今天可是武魂觉醒的日子，你怎么连这都忘了呀？院长急匆匆地找你们，还好我知道你平常喜欢在这休息。我打了个哈欠，这点小事我都忘了。我从树上跳下来，稳稳落地，走吧。我迈步向前，走得很慢，尽显王者风范。孙传涛内心感慨，不愧是染墨大哥，即便武魂觉醒这么着急的事情，行动依旧如此闲庭信步。只要觉醒出魂力，他未来一定能够成为武魂殿的一名执事。而此时的我只有一个念头，腿好麻，早知道不从那么高的树上跳下来了。我慢悠悠来到武魂觉醒仪式前，看了几个孩子觉醒普通武魂，却没有魂力。很快便轮到了孙传涛，只见觉醒法阵一阵光亮，我看着孙传涛，表情渐渐变得古怪起来。此时武魂殿执事震惊的声音传来，武魂圆环巨刃，先天魂力8级。我这才认定孙传涛确实是自己印象中那个未来武魂殿魂师大赛上场的魂师之一。但这小子和自己同龄，自己又和唐三同龄，但是这小子魂师大赛的时候已经45级以上，难不成他比唐三还天才？而我的疑惑没持续多久，就轮到了我检测武魂了。看到孙传涛触摸蓝色水晶球确认先天8级魂力，一个红衣主教老者激动不已，连忙走到孙传涛面前嘘寒问暖。先天8级，未来突破封号斗罗都有可能。他这个小红衣主教困在魂圣多年，如果能傍上这条大腿，真就是有平步青云的机会了。老者讨好说道，小涛啊，有没有哪里不舒服？如果需要的话，爷爷可以带你先去武魂城换一身衣服。
服，然后再带你去见教皇冕下。孙传涛却坚定摇头，我不去，我要等冉墨大哥觉醒武魂。在法阵中的我闻声愣了一下，对孙传涛竖起大拇指，好小子，哥平常分给你的糖没白给。好好，红衣主教回应道。然而他对白冉墨并不在意，不过是孤儿院中和孙传涛关系不错的人罢了。等过几年，孙传涛估计就要把这个人给忘了。可是红衣主教盯着我那一头白色的短发和蓝色的眼睛，莫名有一股心悸的感觉。明明武魂还没觉醒，那双眼睛却让他感觉自己已经被看透了。此时我跟着魂尊执事引导，法阵中的黑色石头同时绽放光芒，我身上金光乍现。孩子，伸出你的手。魂尊执事引导着，但让他疑惑的是，我手上却没有出现武魂，并且身上也没有变化。这是没有武魂吗？不应该呀，他从没听说过有人连武魂都没有。只是心中疑惑，正准备询问红衣主教，却和我那双苍蓝之瞳对上视线。我原本蓝色的眼睛，现在更是化为了天空一般的湛蓝色。这双瑰丽而又神秘的蓝色眼睛，让魂尊执事不由倒吸一口冷气，心悸不安，好像全身上下都被看透。这是本体武魂。红衣主教脱口而出。孙传涛一脸惊喜问道：主教爷爷，冉墨大哥觉醒的武魂很厉害吗？确实很厉害。红衣主教笑了笑，其实他只是震惊于本体武魂的稀有罢了，并不觉得白冉墨天赋会有多高。这双眼睛估计也只是看着亮眼，实际的效果恐怕一般，先天魂力估计也就个4、5级的水准。此时魂尊执事拿出水晶球，让我把手搭在上面，测试先天魂力。我轻轻把手搭在水晶球上，下一秒，水晶球爆发明亮的蓝色光芒，比孙传涛测试魂力时的光芒还要明亮。先天满魂力！执事和红衣主教同时惊呼。红衣主教瞬间觉得孙传涛不香了。先天满魂力，只要中途不夭折，且有足够的资源，日后必定成为封号斗罗。而此时的我也感受到了奇异的知识正在灌入到我的大脑之中，是6眼的基础能力和无下限术士的孕育。要使用无下限，并不一定要有6眼，只不过使用后用不了1分钟，就会因为无法处理繁杂的信息而脑死亡。红衣主教急切来到白冉墨面前，声音比对待孙传涛还要温柔。先天满魂力，竟然是先天满魂力！小友，你是叫冉墨对吧？老夫接下来的动作比较冒昧，要带你去见教皇冕下。他下意识想抓住我，却震惊发现自己的手速度越来越慢，仿佛根本没动。这就是无下限，爽啊！白冉墨内心感叹，攻击者的手和我之间的距离永远无限接近，但就是打不到。我主动关闭了无下限，没必要浪费魂力。红衣主教这才碰到我，并且用魂力将我包裹。冉墨，接下来我带你去见教皇冕下。红衣主教提醒一声，迫不及待的就准备走了。带孙传涛一起，我悠闲的开口。孙传涛刚刚第一反应都是想等我觉醒武魂，那我又怎么能把好兄弟丢在这里？好的。红衣主教这才想起来，孙传涛也是个先天魂力8级的天才来着。红衣主教随后抓住我和孙传涛，化作流光冲向天际。武魂成供奉殿，先天满魂力和先天魂力8级，武魂殿的2供奉金鳄斗罗听着属下的汇报，唇角轻轻勾起。上次胡列娜和邪月那几个天才都被教皇收入麾下，胡列娜甚至被立为圣女，我供奉殿也该多几个天才了。金鳄斗罗化作金色流光冲出供奉殿，红衣主教正朝教皇殿飞去，突然被一股山岳般的压力镇住。封号斗罗，而且比教皇冕下还要强上1分。他僵硬抬头，金鳄斗罗高大身影出现在他眼前。二供奉，卑职李一红参见2供奉。红衣主教连忙行礼，这2个小家伙我就带走了。金鳄斗罗只是冷淡地说了一声，随后抓着孙传涛和白冉墨，再次化作金色流光消失不见，只留下红衣主教在风中凌乱。他是教皇派系的人，2个天才被半路抢走，功劳怕是要变成罪孽了。金鳄斗罗不到半分钟就带2人来到供奉殿门前。金鳄斗罗嗓门极大说道：小家伙们，这里是供奉殿，整个武魂殿最神圣的地方。我是2供奉金鳄斗罗，接下来我要带你们去见大供奉。安静一点。孙传涛挺直胸膛，紧张咽口水，我则还是那副吊儿郎当的样子，虽然有些震撼，但并不自卑。金鳄斗罗很满意，先天满魂力的本体武魂，未来的潜力很大。下一秒，金色大门打开，映入眼帘的是巨大的6翼天使雕像，神圣威严不可侵犯。雕像下一个穿金甲的金发男子缓缓转身，毫无疑问，这位就是武魂殿大供奉千道流。金鳄斗罗朝千道流恭敬一拜，笑着说：大哥，人我带回来了。老二，你冲动了。千道流语气平静，但其中毫无苛责之意。金鳄斗罗不在意，大哥肯定早就知道他要抢人，却没有阻止，说明是默认自己的做法。金鳄斗罗语气轻松，大哥别这么说嘛，你要是忙着供奉天使神大人，不想收徒弟的话，我可收错弟子了。千道流看向我和孙传涛，孙传涛大脑死机，完全不知道该做什么，而我稍微震惊了一点，喊了声大供奉。你就是那个先天满魂力的本体眼睛武魂的孩子吧？让我看看你的眼睛。我本能开启6眼和无下限。千道流盯着那双湛蓝瞳孔，内心也感叹这双眼睛的美丽。不错，你的武魂有什么特殊效果吗？千道流微微颔首，准备拍一下我的肩膀，手却僵在半空。千道流蹙眉，感觉手速在变慢，后来慢到根本看不出在移动。千道流动用了魂力，却依旧无法触摸到我，这是怎么回事？即便无比强大的千道流也露出了惊骇的神色。就趁现在，我使用了限时10分钟的无限积分卡，大供奉，这就是我武魂的特殊能力，无下限。我轻轻一笑，讲述了无下限的能力。孙传涛一脸的疑惑之色，千道流和金鳄斗罗震惊的张大了嘴，这能力听起来就离谱。此时情绪值疯狂跳动，千道流加999，天鳄加666，2大供奉对视一眼，同时用魂力传音。金鳄斗罗急忙道：
大哥，我知道你平常要供奉天使神大人，没时间收徒弟，我就帮你教导一下这孩子吧。千道流淡淡道：老二，这个弟子你把握不住，还是交给我吧。而且我知道你家里那个孙女老是让你不省心，我也不忍心再给你添麻烦，这个徒弟就由我来收吧。两个供奉大眼瞪小眼，金鳄斗罗无比后悔，早知道白染墨的武魂能力这么逆天，就先让他拜自己为师，再来见大供奉。这下好了，抢不过大供奉，除非倚老卖老，但他实在丢不下那老脸。我感受到二人眼神不对劲，猜他们在用魂力传音，看一眼面板上跳动的情绪值，就知道是在商讨关于自己的事。我看热闹不嫌事大，嘿嘿一笑，继续说：除去无下限，六眼还有360度无死角的视野，即使视线被阻挡，也不会妨碍视觉。说到这里，我的话语稍微顿了一下，莫名想起了特级咒具灭火器。我回过神来继续说，并且可以对魂力进行极其精细的操作，也因此我才能使用无下限，并且可以降低我的魂力消耗。两大供奉继续沉默对视一眼，金鳄斗罗露出了无奈的表情。得了，现在就算倚老卖老都没用，这弟子看来自己是收不成了。千道流嘴角猛地上扬，疯狂庆幸自己当时没有脑抽，阻止老二截胡白染墨。千道流无比庄重地询问了一句：染墨，你可愿拜我为师？我当然不会拒绝，规规矩矩行弟子礼，弟子愿意。千道流先是满意的点头，既然你拜我为师，并且加入了我供奉殿，那么为师就要先跟你说清楚。千道流露出郑重的表情，继续说道：日后不得和教皇派系的人有太多来往，弟子明白。我点头答应道：好，既然你已拜我为师，而且你的六眼武魂还是偏向于精神系，那么为师今日就送你一份拜师礼。千道流微微在腰间一点，我眼睛一亮，那不正是